这天，狐狸猫下课后跟家人在家里看电视。新闻报道提到，台湾最近几年陆续将路灯汰换成更省电的 LED 灯，却因此影响到台湾栾树的开花时间。正常来说，每年的9月是台湾栾树的开花期，有些栾树每晚受 LED 路灯照射，今年已经到了花期，却仍未开花。台湾栾树受光照的部分仍是绿油油的一片。狐狸猫看到这现象，觉得很疑惑。它心想，植物的生长跟开花不都是固定时间的吗？难道这也跟之前学到的植物的感应有关联？狐狸猫决定明天就去找老师一探究竟。见到狐狸猫又咚咚咚的跑过来，老师就知道这位学生又有新发现了。听完狐狸猫讲完心中的疑惑后，老师笑了笑，开始说：你刚刚提到的植物生长跟开花，确实是植物感应的结果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夏天太阳起得特别早，也落下的晚呢？放学时间天都还亮着，到了冬天不仅天气变冷，连太阳升起的时间也变晚了，而放学时天都黑了。真的耶，老师这么说，我才注意到有这样的变化。植物的开花会受到光线照射时间长短的影响，它们可以感受环境中光照时间长短的变化，像是从夏天进入到秋天，白天逐渐变短，黑夜逐渐变长。台湾栾树感应到光照的变化，就会产生花芽，准备开花。不过其实有些植物的开花时间，即使光照时间长短改变，也不会有什么变化。就像是日日春这种4季都开花的植物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有些懂了。像我们刚刚说的台湾栾树，因为白天照射阳光，夜晚继续照射 LED 灯，这些光照时间加总起来，让台湾栾树以为现在的光照时间仍然维持在夏季时期，所以即使在9月开花期，台湾栾树仍然没开花，也因此才会形成花期混乱的情形。下列关于台湾栾树开花的叙述何者正确？ A. 台湾栾树开花时间与季节无关。 B. 夏季进到秋季，光照逐渐缩短，会促使栾树开花。 C. LED 灯的光线比太阳光弱，不会影响植物生长。刚刚提到台湾栾树不开花的例子，是由于不恰当的光照时间所造成的。因为植物是否会开花的秘密已经被研究出来，利用控制光照时间来影响植物开花，也是一项很棒的应用哦。像是台湾彰化田尾的菊花花农，会利用电灯泡照光来调整菊花开花的时间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。因为菊花是属于光照时间较短才会开花的植物，当光照时间适当，菊花在小苗时就会开花。但此时菊花的茎太短，无法达到贩售长度的品质要求，因而卖相不佳，无法销售。所以花农们会借由控管光照，加长光照时间，让菊花不开花，只延长茎的高度。等茎长到适当高度，再缩短光照时间，促进菊花开花。花农调整光照时间，让菊花达到贩卖标准的方法，是不是很聪明呢？台湾的花农真的太厉害了。
下列关于菊花开花的相关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菊花需要长时间照射光线才会开花。B. 彰化花农运用灯泡照射菊花，是希望能延迟开花时间。狐狸猫，那你要不要猜猜看？除了光，还有没有别的因素会影响植物生长呢？狐狸猫歪着头想了想，四季变化，除了光线，温度也可能影响植物生长吗？你说对了，除了光线会影响植物生长，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，像是温度、水分以及养分的供给等。之前都学过水分跟养分对于植物生长的重要性了。常见的像是郁金香，它适宜生长在比较低温的温带地区，如果温度过高时就不会开花。台湾所处的亚热带其实不适宜种植郁金香，但近年来开始能够用人工的方式来控制温度，因此能够大量的生产郁金香。在秋天看到枫叶变红的情景，也是因为温差变化够大才会发生的现象。好啦，狐狸猫，你都懂了吗？像刚刚提到台湾栾树和菊花开花会受到光照时间长短影响的例子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，人类的活动会影响生物的生理反应，到底对这些生物是好还是坏？我们常常以人类的需求与利益为出发点，真的对人类是好的吗？所以啊，我们要常常回头想想自己的行为，想一想什么才叫做好。我知道了，谢谢老师。在下课前，一样要帮大家来个重点整理。一，有些植物的开花时间会受到光照时间长短影响。二，植物体接受温度、光线、水分以及地心引力等环境刺激，会表现出向性与短时间的感应。三，植物体能感应环境刺激，以调控种子发芽、幼苗生长、开花、结果等生理现象，可以帮助植物体争取更多的生存资源，以及避免伤害。我们学到了光照对植物生长及开花的影响。如果对植物光照24小时全年无休的话，可能会有什么结果呢？欢迎在下方留下你们的想法哦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